在中国，高速公路如同现代文明的血脉一般纵横交错，连接着城市的心脏与乡村的角落。然而，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某些路段，这条生命线却隐藏着让人心跳加速的秘密。收费高昂，足以让你的钱包瞬间瘦身。想象一下，在星光璀璨的夜晚，你驾车穿越这些收费昂贵的路段，每过一个收费站，都能感受到心跳的加速和钱包的哀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中国收费最贵的10条路，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陆，让你对昂贵有一番全新的理解。第10位，京新高速，每公里 0.45 元。京新高速公路是中国连接北京和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全长2768公里，途经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多个省市区。这条高速公路被誉为神奇的中国7号天路，不仅是西北地区连接首都北京及华北、东北和东部地区的便捷通道，也是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工程。京新高速历时近10年才得以建成，它的修建过程充满了挑战，特别是在极端的沙漠和戈壁环境中。比如，在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的林白段，施工队伍需要在沙漠温差极大、缺水缺电的极端环境下作业，同时还要保护沿线途经的多个自然保护区。此外，京新高速为自驾游爱好者提供了新的路线选择，沿途可以欣赏到大漠戈壁、草原山丘、璀璨星空等美景。但是，由于京新高速穿越了一些人烟稀少的区域，自驾游客需要做足准备，包括车辆检查、路线规划、衣物装备、家用小药箱、食物饮料等，并注意油量，确保安全。京新高速是4车道高速公路之一，收费标准是每公里 0.45 元。具体收费方式是每车行每公里收费等于收费费率乘收费系数。京新高速里程2768，如果走完全程，按照标准收费价格的话，过路费就高达 1245.6 元。但实际收费会考虑到车型和行驶里程，因此不同车型、不同行驶里程的车辆需要支付的过路费也有所差别。第9位，广深高速，每公里 0.6 元。广深高速公路又名广州深圳高速公路，是新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全长达 122.8 公里，呈南北走向，设计车速为120公里每小时。它是广东省乃至全国最繁忙的高速之一，每平均车流量高达65万辆次。从2002年到2020年，广深高速公路对沿线区域经济的贡献值超过4000亿元，推动了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并助力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2023年，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车流量，广深高速计划进行改扩建，预计投资总额超过400亿元，计划将双向6车道扩建为8至12车道，涉及改扩建项目长达 118.2 公里，以提高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然而，广深高速的建设历程并不平坦。早在1978年，爱国港商胡英湘就提出了修建连接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的设想。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谈判后，广深高速才于1987年正式获批并动工建设。在解决了一系列融资和技术难题后，广深高速于1996年才正式通车。广深高速收费标准为每千米 0.6 元，如果从广州出发到深圳，全程约 122.8 公里，单程过路费为 73.68 元。如此高的过路费将直接增加运输行业的成本，特别是个体运输者和小型运输企业，这可能使他们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进而影响他们的盈利能力和生存空间。这种经济压力可能导致运输服务的减少或服务质量降低。如果个体运输司机每月需要多次往返于2个城市之间运输货物，那么每月的通行费用就高达数千元。这种费用对于个体司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能会迫使他们提高运输价格来减少损失。高收费
会加重普通群众的经济负担，但是如果不收费，我国对交通建设的投资难以收回成本。例如，交通运输部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收费公路负债累计高达 7.92 万亿元，其中高速公路负债 7.49 万亿元。然而，这只是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因为仍有大量高速公路仍拖欠贷款。第8位，武汉天河机场第二高速，每公里 0.94 元。武汉天河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又称机场二通道，是连接武汉市和天河机场的重要交通要道。它起于汉口姑嫂树立交，与三环线对接，止于你建的天河机场南入口，全长约 15.5 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建成后的高速公路投资预计为28亿元，并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通车。通车后，起点至绕城高速公路段为双向6车道，之后为双向8车道。武汉天河机场第二高速根据车辆类型收费，对小型车辆每次通行收取30元费用，而对大型车辆则每次通行收取50元费用。这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较高，曾被网友吐槽为湖北省收费最贵的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收费 0.94 元。天河机场第二高速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场的交通压力，但在特定时段，如节假日、恶劣天气等时候，仍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现象。此外，这一项目的建设也是为了配合天河机场第3航站楼的使用。预计2020年天河机场客流量将达到4200万人次，每天约有 11.5 万人进出。然而，也有报道指出，天河机场的扩建可能存在超前规划的问题。由于高铁网络的发达，武汉民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客流分流的影响，而且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并不如预期强劲，这可能对天河机场的客货源和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第7位，苏通大桥，每公里1元。苏通大桥是苏通长江公路大桥的简称，它是连接江苏省南通市和苏州、常熟市的重要过江通道，于2003年正式立项施工，并于2008年建成通车。大桥总长 32.4 千米，其中跨江大桥总长8206米，设计行车速度为100千米每小时，可满足5万吨级集装箱货轮和 4.8 万吨船队的通航需要。工程总投资约 64.5 亿元，是当时中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综合建设条件最复杂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之一。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已经将苏通长江公路大桥纳入其中，7座以下的小车过桥需收费30元，货车则实行计重收费。按照最低收费标准计算，苏通大桥的每公里收费也在1元左右。全线共设有5个收费站，核定的收费年限为25年。苏通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包括最大主跨、最深基础、最高桥塔和最长拉索。在攻克了抗风、抗震、防冲、防撞、防腐蚀等技术难关后，苏通大桥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一部分。此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苏通大桥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奥运火炬传递路线的一部分。大桥的开通大大改变了江苏省过江交通的原有格局，从而提升了区域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苏通大桥逐渐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拍照，从而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第6位，胶州湾大桥，每公里1元。青岛胶州湾大桥是一座全长约 36.48 公里的跨海大桥，将青岛与黄岛连接在一起，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之一。2006年12月26日，大桥正式动工建造，当时被称为青岛海湾大桥。2020年3月30日，胶州连接段正式开通，至此，整座大桥约42公里正式投入使用。大桥桥面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千米。凭借其创新设计和卓越的工程质量，青岛胶州湾大桥赢得了国内外众多重要奖项，
其中包括美国福布斯评选的全球最棒桥梁、国际桥梁大会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等。作为一座雄伟壮观的跨海大桥，胶州湾大桥也成为了青岛的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许多游客都会特意前来观赏大桥的风光，并拍照留念。游览胶州湾大桥可以选择自驾、公交、骑行等多种方式，但考虑到安全和便捷性，自驾游是最为推荐的方式。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要提前了解一下大桥的具体收费、开放时间等基本信息。胶州湾大桥自2022年10月19日0时起开始执行新的差异化收费政策，其第一类客车7座及以下的收费标准为30元每车次，其他类型客车的通行费标准根据座数递增。此外，货车车型通行费标准根据车辆的载重量和类型，从65元到150元不等。第五位，深中通道，每公里 2.75 元。深中通道是一项连接深圳和中山的超级工程，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是一项集桥梁、人工岛、隧道和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一环，全长约 24.0 千米，其中海中段桥梁长度约 22.4 千米，主桥宽46至70米，车道规模为双向8车道，设计速度为100千米每小时。该通道于2016年12月28日开始建设，预计2024年6月30日通车试运营。此外，深中通道的伶仃洋大桥已正式更名为深中大桥，海底隧道则更名为深中隧道。深中通道的东人工岛位于深圳宝安机场南侧，全岛陆域面积约34万平方米，与深中隧道相连，且与广深沿江高速等路网无缝衔接，创下全球首个水下高速公路互通立交之殊荣。深中通道建设创下至少10项世界之最，如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世界最大海中悬索桥锚定、世界最高悬索桥抗风检验风速、世界最长的双向8车道海底沉管隧道等。例如，深中大桥采用了世界最大跨境离岸海中悬索桥方案，主跨达1666米，桥面高达91米。这一设计不仅满足了通航需求，还显著提升了桥梁的抗风能力。深中通道还首次在国际上研制出6毫米至2060兆帕锌铝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锁骨，其耐腐蚀性能是此前热镀锌铝合金钢丝的2倍。这样具有特色的跨海大桥收费自然较高，对于7座以下小轿车，收费为每次66元，货车为每次79元，客车则为每次100元，按照最低标准的收费是每公里 2.75 元。深中通道在2024年6月30日正式通车后，由于大量的车辆，包括旅游观光车辆和日常通勤车辆的涌入，导致通道在开通初期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公众对深中通道的期待和热情，也暴露了配套设施和交通组织在初期阶段的不足。据报道，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还计划向公众预约开放，成为旅游景点和科普教育基地，展示桥梁和隧道知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深中通道原本就拥挤的交通将是又一重大挑战。第4位，港珠澳大桥，每公里4元。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跨海通道，以其超大的建筑规模、空前巨大的施工难度以及顶尖的建筑技术而享誉世界。港珠澳大桥全桥长度达55千米，其中主桥长达29.6千米，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的距离为41.6千米。桥面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为100千米每小时。港珠澳大桥的总投资额高达1269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工程史上投资金额最多的工程建设，也是全球最大的跨海大桥之一。港珠澳大桥连接了香港、珠海、澳门3地，以往需要4小时才能完成的路程，现在仅需30分钟。车主开车过港珠澳大桥去港澳地区，除了需要交150元的过桥费和55元的燃油费，有时还需要支付停车费。这样算下来，每公里的费用至少要4元。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规章规定，港珠澳大桥边检大楼东停车场一天收费可高达325元，超过了乘坐高铁的费用，并且进出境车辆需要向海关申请登记，如果材料申请资料齐全，至少需要7个工作日才能发出许可证。在通车初期，由于通行限制和收费高昂等原因，大桥的使用率并不高。那么，港珠澳大桥何时才能收回成本呢？如果根据大桥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 1.4 万辆次来推算，每车次收费150元，港珠澳大桥每年的通行费就是 7.665 亿元，而大桥的设计年限为120年，即使是根据目前的最高的车流量来推算，大桥仍是无法收回成本的。港珠澳大桥成本回收的问题给国家带来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通过政府出资、银行贷款、用未来收费、还贷等方法筹集建设和运营需要的资金。同时，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项目采用了分阶段固定利率这一创新的贷款模式，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第3位，黄埔大桥，每公里9元。黄埔大桥是广州东二环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全长7016.5米。它连接番禺与广州，并于2008年12月6日建成通车。大桥由南北岔主桥跨越珠江，其中北岔桥为主跨383米的独塔钢箱梁斜拉桥，南岔桥是广东省内最大跨境的单跨钢箱梁悬索桥，主跨1108米，通航净空60米，钢箱梁全宽为 41.69 米。大桥建成时是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桥梁，也是世界上桥面最宽的特大桥梁。大桥的北岔桥主塔高度达到 226.14 米，相当于80层楼高，是岭南第一高塔，并且大桥设计有减震设施，能够抵抗12级大风。目前，黄埔大桥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为1至5类车分别收费30元、45元、60元、90元、105元。此外，其两侧引道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为标准车每公里 0.6 元。也就是说，车辆在黄埔大桥两侧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行费是根据行驶的距离和车型计算的。相较于广东省内乃至国内许多正在实行的路桥收费，黄埔大桥的收费标准确实较高，因此被称为广州收费最贵桥梁，许多车主选择绕道而行。针对黄埔大桥收费过高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外地市民认为，黄埔大桥作为京珠高速的必经之路，存在强制消费的嫌疑，更像是精心设立的消费陷阱。尽管广州市内确实有其他的路可供车主避开此座高架桥，然而对于北方或是南边的珠海等城市的车主而言，道路的标线和导向牌都指向这座大桥，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这座大桥的收费如此高昂，或者并不清楚如何绕行。既然黄埔大桥的定位之一是疏解京港澳国道过境交通，是否也应该考虑到外地车主的利益呢？针对黄埔大桥的建设，有网友提出质疑，政府为何未投入1分钱？针对网友的质疑，有关部门做出了解释。黄埔大桥虽被认定为准公用产品而非纯公用产品，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公用性质。随着居民家庭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高等级封闭道路的公用性质会越来越明显，收费上应该更多体现公益原则。第2位，虎门大桥，每公里9元。小车穿过一座不到5公里的桥，过桥费竟然要40元。没错，这条桥就是虎门大桥。虎门大桥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跨度特大的悬索桥，也是珠江口第一座跨江大桥。它位于珠江狮子洋上，以其中国第一跨的美誉而闻名。虎门大桥的建设始于1992年10月28日，并于1999年4月20日通过竣工验收。该桥的投资方包括香港富豪胡英湘，他出资30亿元人民币建设了这座桥梁。胡英湘是一位爱国企业家，他承诺在收回成本后，将大桥无偿捐献给国家。虎门大桥的桥面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为120千米每小时。预计在2028年左右，虎门大桥及相接的高速路将扩建到双向10到12车道，该扩建工程估算总投资达100亿元，这将有助于缓解虎门大桥当前的交通压力。虎门大桥作为连接珠江口两岸的重要通道，其重要意义在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增强了人们的区域认同感。此外，由于虎门大桥壮丽的景观，它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之一。虎门大桥线路总长 15.76 千米，其中主桥长 4.6 千米。对7座以下小型客车单程收费40元，普通家庭小轿车通行收费也是单程40元，平均每公里收费近9元。货车的收费标准根据车辆的载重实行计重收费。虎门大桥因高昂的过路费备受关注，有声音提出降低收费，以减轻往返两地通勤上班人员的负担。然而，虎门大桥有限公司曾回应称，未经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的批复，不能擅自改变收费标准。当我们细数中国那些因收费而闻名的道路时，已经领略了虎门大桥作为一项工程奇迹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在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桥之后，还有一条路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占据了中国最贵道路排行榜的首位。第一位，南澳大桥，每公里11元。南澳大桥位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是连接南澳岛陆地的主要交通通道，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起着重要作用。大桥耗资近20亿元，是汕头市“十一五”期间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大桥建成通车后，从澄海区莱芜到南澳长山尾的行车时间由40分钟缩短至10分钟，南澳线与汕头、潮州形成1小时交通圈，实现了南澳孤岛经济区向海丝前沿区的转变，进入了大桥发展时代。南澳大桥全长约 11.08 公里，小型桥车等车种单程过桥收费48元，往返收费96元。重型货车等单程过桥收费最高，可能达到168元，往返收费336元。需要注意的是，南澳大桥收费站设在南澳一侧，采取单向收取入岛车辆双程通行费的收费模式，即一次缴足进出岛双程费用，一次就要缴纳双程费用，折合下来每公里就是10元左右。这样的高收费限制了游客的出行，对于南澳旅游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压迫的。南澳大桥的建设过程充满曲折，因资金链断裂而一度停滞，被称为胡子工程。然而，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南澳大桥顺利复建。大桥的建成有效解决了岛屿与大陆之间的交通瓶颈问题，缓解了岛内淡水供需矛盾，促进了南澳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南澳大桥正式收费运营1年时，通车量高达 92.61 万车次，充分体现了其在区域交通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也有人认为，大桥的建设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环境压力和人口减少趋势等问题。此外，南澳大桥的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南澳岛以其丰富的海岛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海上绿洲，因此在推进大桥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全面综合考虑与保持海岛资源环境的整体协调。在中国桥梁建设的辉煌篇章中，我们见证了一座座大桥不仅连接了地理的阻隔，更架起了经济和人心的桥梁。从虎门大桥到南澳大桥，每一项工程都是中国工程技术和决心的体现，同时也引发了关于高收费和群众利益的广泛讨论。针对这些挑战，我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专门的解决办法，通过调整政策和推动技术进步，以促进高速公路收费的合理发展和整体效率的提高。为了减少拥堵并降低通行费用，省政府实施了差异化收费政策，推出了分路段、分车型、分时段、分出入口、分方向及分支付方式的差异化收费。同时，取消了省界收费站，通过技术手段取消物理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提高通行效率，减少因停车缴费造成的延误和拥堵。
针对公众对高收费的具体疑虑，政府采取措施提高了收费透明度。此外，政府还加强了政策宣传和信息公开，通过提供通行路径推荐和费用估算等方式，帮助司机对收费有明确的预期。为了帮助那些受影响的企业和司机缓解经济压力，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方式提供了帮助。此外，政府还在推动修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推进相关法规更改，优化收费政策，明确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以法律手段确保收费政策的公平性和透明性。你还知道哪些路收费高昂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哦。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